是蔡梦涵，任职于台湾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融入问题导向及 STEAM 教学法，解决校园防灾议题的数位学习计划，是由教育部于2022年委托台科大等学校针对防灾议题发展的数位学习模组计划。本计划第一期主要针对地震灾害发展防灾议题融入的数位教材及学习模组，结合英才网数位学习功能，培养学习者的防灾素养。我们计划由5位主持人共同发展防灾议题的数位学习模组，适合教育现场与学生线上自学的防灾数位教材，包含提供老师们在教学使用的数位教材，以及学生们回家可以自学的数位教材。接下来，我们将由计划主持人向大家说明各团队现阶段的研发成果。我们台科大团队负责发展及编撰防灾数位教学的内容，对应防灾议题的内涵，发展12年国教5个学习阶段的防灾教学重点。第一个阶段是国小低年级，防灾素养设定为会行动。在教学上，我们重视安全意识的建立及防灾行动技能的培养。第二个阶段是国小中年级，防灾素养设定为懂灾害。教学内容涵盖认识灾害及危机觉察，学生可以预先思考如何处理灾害问题，涵盖认知、技能、情谊3个层次。第三个阶段是国小高年级，防灾素养设定为会判断，教学着重于认识灾害的特性及生活防灾技能，让学生知道如何运用资源，并且知道如何对环境中的灾害进行辨识。在国中的防灾素养设定为能自救、会互助。我们以社会领域或生活科技领域进行防灾议题融入，建议老师们可以用学生撰写报告等文本形式进行问题引导教学，让学生可以完整地表达对防灾议题的看法。在高中的防灾素养设定为有效领导，在教学上可以结合自然领域及社会领域进行问题探究，针对具复杂性的社会议题进行问题引导教学，让学生可以活用各领域的知识，回应未知的未来。大家好，我是台科大的陈一竹老师，我协助计划团队发展地震灾害案例内容，以及问题导向 PBL 的设计理念。防灾议题属于跨学科领域的议题，一方面呢，台湾是在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对于环境灾害的机制已经在自然领域中提及。另一方面，灾害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冲击，因此，任何防灾议题的讨论皆难以跳脱社会层次。因为防灾议题有跨领域及高度生活化的这种特性，我们期待教师在教学现场可以结合问题导向教学法，培养学生的防灾素养。所以呢，本计划选出了10起国内外具代表性的地震灾害案例，让教师可以透过真实发生的灾害案例作为引起动机的环节，透过实际案例所衍生的议题，讨论防灾应变机制与作为，建立学生的学习动机。授课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安排分组共学，透过学生对于灾害案例的不同观点，在过程中互相讨论、激荡、思考、辩证，最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完成共识发表，建立起有意义的防灾学习体验。大家好，我是大同大学媒体设计学系的陈彦甫老师，在这个计划当中负责设计及发展教学共读电子书。电子书主要是要回应教育部生生有平板的数位学习愿景。我们希望透过电子书整合具有防灾教学意义的动画、游戏、文本等多媒体内容，并且搭配设计绘图、连连看等互动教学元素以及教学界面，让学生在课堂上转为主动的知识探究者。电子书也提供老师课前备课资源的参考内容，包含教学示范案例、教学补充资料等内容。教学示范案例提供电子书单元的授课流程建议，也包含老师可以提问学生的问题及教学呈现方式。在电子书当中，我们还提供了延伸学习活动的学习单，让授课老师可以针对自己授课的需求，在课前、课中或课后，让学生进行评量测验，让学生可以透过这个测验当中
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最后，我们也在电子书当中提供教学辅助资料，提供较深度的解说与网络教学资源，增加授课老师们对防灾数位教学教材的了解及掌握。我是成功大学李梦雪老师，我和台大洪武觉博士共同设计及研发 AR 绘本及2D 动画，让学生可以透过数位教材了解灾害情境以及如何应变，达到有意义的防灾学习体验。AR 绘本呈现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画面，有助于学生将书中的防灾避难内容及现实生活世界连接起来，透过多重感官的体验，串接灾害知识及求生技能，建立学生面对灾时的观察力、思维力以及判断力。此外，我们以2D 动画作为防灾知识及防灾技能练习的教育载体，透过因材网让学生自学，可以课前预习，可以课后复习，强调灾害素养。灾害素养中的知识、态度、技能3大面向进行不同的动画题目，希望让学生在观察动画的过程中学习到不同的灾害情境，如何观察灾害、保护自己以及做出适当的处置。同时，让学生了解不同的灾害资讯，在政府的防灾机制的工具以及平台。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的游继华老师。那我们团队呢是负责开发全程启动这款线上游戏哈。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灾害的一些情境模拟，让学生知道怎么去应对，然后用这样的游戏的方式来强化学生的防灾素养。那总而言之，我们是希望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所以这款游戏全程启动呢，我们是希望让学生来模拟城市的建筑方式，那结合卡牌收集，培育他自己的防灾知识树，在模拟城市建造的过程里面呢，来面对不同的灾害。那这种灾害来考验学生的灵机应变的机制那并且我们希望学生在灾难发生的前、中、后，透过不同的卡牌进行城市的灾害的一些防御应变，那并且在灾害过后怎么重建，那并且我们还有一些反思的技巧，让学生来想象说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把损害降到最低，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到我们这一款游戏韧性城市的重要的意涵那全程启动的这个线上游戏呢，并且我们最后是结合了教育部英才网的学生个人资讯，然后搭配英才网的一些知识结构学习的方法、智慧式性诊断、互动式学习以及披萨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相关等等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希望最后能够深化学生在学习过程的防灾素养。在这里，我代表计划团队，谢谢防灾数位学习模组开发过程中所有提供建议及教学回馈的师长专家，有你们共同的参与，我们才可以让这个数位防灾的学习模组更贴近教学及学习的需求。如果有任何指教或是有兴趣与我们一起努力，欢迎与我们联络哦。